昨天男朋友快12点才到家，我问为什么这么晚，他说公司开会加班。之后听见美团给他打电话说一些事情，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投诉外卖商家，我觉得不对劲儿。第二天早上醒来看了他的手机，发现是美团酒店的开房记录。其实他早就下班了，下班和女同事开房去。我很平静，装作什么事没有就去上班了。之后给他说了这件事，跟他分手，他一直狡辩，从一开始说是给他同事开的，说就是给同事开的，说他买的一定是他入住吗？很有逻辑啊！这个人一旦开始狡辩之后，逻辑是说我买的就一定是我入住吗？真是搞笑！我就把各种证据发给他，他才承认他去了，但是又说确实没有发生关系，啊，就是闹别扭。说如果发生了，他就不回家了。他还挺遗憾呐，啊，这哥们还挺遗憾是吗？还蛮遗憾的嘞。说如果发生了就不回家了，他还拿家人发誓，我真的要吐了。他在酒店待了4个小时，澡都洗了，说没发生。真不是亲手抓到，他都不承认。我就坚决的跟他说分手，他就一直发誓挽留我，说以后手机随便我看，乱七八糟的。他的东西都在我家，今晚下班打算给他收拾一下，让他下班回来拿走。他给美团给他打电话，原来是他在投诉酒店，哈哈哈，笑死了。真是他怎么想的呀？啊，这么就是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非维护不可吗，兄弟啊？他怎么想的呀？他这个思路也确实蛮诡异的哈。这思路可以啊，投诉酒店，他怎么思考的呢？他这个脑子是怎么长的呢？姐妹儿，赶紧分啊！这兄弟这个思考问题的方式太诡异了，将来肯定会害了你啊。这个跟女同事去这个有一些不清不楚的事儿，咱们就先往后放一放吧。啊，我觉得那个都已经不是第一要素了。第一要素，他这个脑子太奇怪了，这个脑子生理结构太奇怪了。12点到家说加班，然后一查说在到家之前早就下班了，跟女同事在酒店待了4个小时。完了以后到家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投诉酒店，啥意思？想退款是吗？说没住够1夜，说要退款是吗？兄弟，这个脑子太奇怪了啊，赶紧分吧啊！太奇怪了，这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啊，真看不懂啊，真看不懂啊！不知道他啥意思啊，太诡异了啊！蛋叔很喜欢听你讲道理，我的故事不长，但是很繁琐，真的很短啊，一眼看上去很短，怎么会繁琐呢？我和一个离异的男的在一起啊，那肯定很繁琐啊，肯定很繁琐啊，繁琐到我了。我和一个离异的男的在一起，他40，我们在一起马上也2年了。我是个很开明的人，他离婚，有2个孩子都给了前妻。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告诉我，他对前妻没感情了，所以离婚了。但是孩子前妻不撒手，他也就没要过来。但是又觉得前妻一个人带俩孩子不容易，所以和前妻还会有因为孩子而联系，比如接孩子啊，这很正常啊。给前妻发信息接送个孩子啊，这是他的义务呀，这不是他的义务吗？这些我都可以理解，是啊，你也只能理解呀。我也让他多照顾他们，有事该帮忙帮忙，这不足以成为我们的矛盾。不可能啊！你这么说就是因为成为矛盾了，不然你跟我说什么呢？但是我们最近不断的吵架，矛盾出现了，不是我计较他给孩子送点吃的喝的穿的，什么到底是什么？是他不告诉我，瞒着我，什么？被我知道后，并没有一个说觉得不该隐瞒我的抱歉的态度，却说我去给我儿子送东西怎么了？这让我觉得我的一片体谅之心瞬间寒了。我想问问老师，和一个离婚的男人在一起，没法回答啊，利益相关啊，后面是啥？和一个离婚的男人在一起，我到底要不要在乎这种事情的发生？我该如何找到我内心的平衡点？利益相关啊，回答不了啊，这是他的义务啊，这是他的义务啊，我只能回答这是他的义务。他给孩子送吃的送喝的是他的义务，不告诉你呢也是他的权利啊，没有什么必要非得告诉你啊，这是他和他孩子的事儿，你接不接受他都得送。所以说跟你说一声，你不同意他还是送，所以他没有必要告诉你啊，他有权利不告诉你啊。当然呢，出于道义，出于感情。他跟你说一声也不费劲，他为啥不跟你说呢？可能是你嘴上说着不介意，但其实你还是总是能表现出来对这2个孩子的介意，他能感觉到啊，就这么点事儿啊，他能感觉到那种压力，他就选择不跟你说了，他不跟你说想回避吵架，然后呢，你果然。哎，你嘴上说不介意，你有2个孩子，没事，你好好照顾他们。结果他就有一次给孩子送吃送喝，你发现了，发现以后你说你怎么会？我不是介意你给他们送吃的送喝的，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他也爆发了，他一下就爆发了。他说这是我的孩子，我给我孩子送吃的喝的，有什么必要告诉你啊？是吧？就说明你俩都介意这件事情，只不过表面上装作不介意。2位朋友，介意有什么的呀？应该介意啊，这有什么好不介意的？健康一点啊，就不要装作不介意。你就说介意都比这强啊，不会不介意的。你俩都介意没什么，介意没什么，
你假装不介意才真的难受。你就说我介意就完事儿了，然后你承认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不承认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哎，至于劝分劝和，我就劝不了，利益相关了，劝不了。但救救我，救救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和他在21年线上认识，那段时间我们都情绪不好，每次喝酒都找对方聊哲学，给予彼此支持。我们之间很像，有很多巧合。他在活不下去崩溃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一次是22年，一次是今年，他哭了，就历史上就给你打过2次电话，全记住了，姐们儿啊，21年到现在就给你打过2次电话吗？全记住了，全记心里了。他活不下去崩溃的时候会给我打电话，一次是22年，一次是今年，他哭了。23年我们没有联系，我问过他怎么样，但他没有回复。后来聊天中知道前2年他都在喝酒调节什么？可笑的巧合又多了一个，啥意思？你也喝酒调节什么？我们总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处于类似的境地，都喝酒了，少喝点。喜欢喝酒调节的朋友，喝点这个度数低的啊，别老喝那烈酒。事情的转机在今年4月底，脑子抽了，看了个占卜视频，这干啥呢？哲学满足不了你，又整上玄学了。看了个占卜视频，就去给他发消息了，没想过他会回消息，但他回了。你们俩就是纯连网恋都算不上是吗？就是一个喝多了打电话的关系是吗，姐妹？后面不想看了啊，就是个喝多了打电话的关系，是不是啊？这辈子没想过和他见面，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本不该相遇。你哪个世界？他哪个世界？哪个世界？不都这个人类世界吗？哪个世界是妖怪吗？不就都人类吗？哪个世界？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了？姐妹儿，自信一点啊！哎，我看到这儿我就大概知道你咋回事了。我话说重一点啊，你给我自信起来啊！干什么？他喝多了打电话给我说要陪我过生日，我很自卑。你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怎么德行。虽然想见，但我不敢，却还是买了飞他城市的机票。不是要陪你过生日吗？你飞什么飞？凑积分呢？你飞什么飞？不是要陪你过生日吗？你还飞起来了？你给我下来啊！你怎么飞起来了啊？谁允许你飞的？自信一点，自信一点好吗？咱们这个活在都是一个世界的人，咱们自信一点好吗？姐妹们，干什么呀？这是要后面真不想看了。这种故事我看太多了，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头晕啊，不想看了，我真的不想看了。于是我们见面了，我们聊天，聊他的情感经历，聊一嘴你的都不行是吗？后来我们一起去了几个城市，在阳台上一起抽烟喝酒聊人生，在公路上看风景抽烟，有太多电影里的场景了。没有啊，没有啊，你自己有滤镜，看啥都像电影。你这个眼神已经16:9了，你看啥都是电影啊，姐妹啊，自己就是把眼睛拉成16:9了，是吧？你出去上个厕所，你都觉得拍电影啊，就这么点事儿。最可笑的是，我还陪他去他前女友家楼下陪他抽烟，听他们之间一起听的歌。这么多年了，这个套路不能换换吗？兄弟们，咱们就是2024年了，就是这个套路，咱们到底要用到哪一年啊？兄弟们，咱们2024年了，咱们就是这个，就是这么80、90年代的东西，咱们。看到开头我就知道后面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写诗啊？还没出现这个写诗的桥段吗？我算是陪他度过了创业期、失恋期的人啊！你这什么身份？你的身份就是陪他度过了创业期和失恋期的人，这什么身份啊？双期陪练是吗？2期陪练啥意思？什么玩意儿？每次见面都有些事情阻挠我们，但还是见了。或许那是上天的暗示，我该听劝的。人生中第一次牵异性的手，第一次和异性拥抱，第一次每次见面我都带小礼物给他，去国外旅游也会买礼物给他。后来他告诉我被阿姨当垃圾扔掉了，还挺伤心的。我知道我不重要，他说在我面前可以做自己，不用伪装，很快乐，很放松。哎呀，兄弟，哎呀，咱们能不能别这样啊？咱们放过这些单纯简单的人。或许是我什么玩意儿？或许是我希望他好好的，毕竟曾经给予我慰藉，让我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人，我放不下他，甚至宁愿删掉微信也不愿删掉他。什么意思？卸载微信但是不删他，这个技术上能做到吗？或许是我太贪心了，我们做过所有情侣间要做的事情，还有甚至连所谓的精神的沟通，可是那又怎么样？我感觉我不像自己了，发现这一点让我痛苦，但又不舍得断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什么呢？就是那个单纯的人碰上那个缺德的人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我不需要稳定的关系，也不需要结果，这不就是我猜的吗？这不就是我就知道是这样啊！咱一点惊喜都没有吗？我知道这段关系并不健康，可我放不开手。他不相信我是00后，一直坚信我是96年的，很抽象。我相信你是00后，他不相信我是00后，一直说我是96年的，很抽象，都很抽象了，你还跟他在一块儿啊？姐妹儿喜欢抽象。喜欢抽象那个买点什么抽象画看一看整点那个罗斯科看一看啊，看看罗斯科啥的。喜欢抽象咱非得找个人看吗？他不相信我是00后，一直坚信我是96年的，很抽象。哇，哎，真头晕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哎，初恋遇上高手啊，这是非常悲剧的一件事情。但是咱们呢，转换视角也许是个好事儿，变废为宝啊！你已经碰到了一个极致的，以后就应该就也很难再碰上这样的，比较好。答应我啊，以后自己不允许买机票，好吗？这件事能不能答应我？不允许你再买机票了，可以吗？他要想见你，让他买机票啊！要去哪儿让他买机票，不允许再买机票了啊！不可以再飞了，下来落下来啊！他想见你，让他飞过来。我让你别再见面了呢，你不会听我的啊！我让你别再见面，你不会理我的，你肯定会跟他见的。但是你这个能不能答应我？不要自己在那个突突飞了，行不行？自信，自信。哎，我真头晕，我这从何说起呢？我这，哎，我从何说起啊？喜欢看电影，我给你找点这个文艺作品看看啊！你想想一个有没有这种文艺作品能给你一下干醒？哦，姐妹儿，我有一期播客叫《文青解读往事》，你听一下。我想想啊，还有什么适合你的？这个症状呢，我好久没有接触过了，我确实一时不时不忘了。我以前有一个疗程，有一个套餐来着，可以给大家那个推。我有一些这样的糊涂姐妹儿，我以前那个有一个小疗程，一个疗程走完就好了。我现在好久没见过了。我的姐们儿吧，也都年纪也大了，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一款姐们儿了。哎呀，我这个疗程都有啥来着？这一个疗程走完了能好？确实是太久没见过这样的了。天，给我卡住了啊！爱在黎明破晓前，对，那个电影看一看。不行，这个电影看了它更上头，它就自动带入男女主人公了。就是有这种形象破产的这种，我以前有这种，但是想不起来了。就是一下就是这个男的，就这种男的一下形象破产的这种那个电影，我以前也看过啊，确实好久没有接触过这种案例了。不行，我得给他推荐点，就是门槛低的，门槛得低一点了。这个门槛太高的，他看不进去，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你。嗨，你们说话这么客气吗？他就不喜欢他啊？哦，这是一个剧是吗？是有这个剧是吗？他没有那么喜欢你，是这么个剧吗？我没看过啊，电影我没看过这个电影，我不知道。哦，这是电影，我没看过。事实不好使。这00后，这00后，这中了这种毒，一时半时我真想不起来。确实好久没有接触过。姐妹儿，你愿意听我一句的话，我跟你说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情况。他对你啊，就是你就可以理解为降维，那有一个词叫降维打击，是吧？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向下兼容，就这个啊，在恋爱这件事上，这哥们儿呢肯定是比你大，你放心吧啊。他呢读的书稍微比你多一点，你放心，他读的书肯定是比你多，但就多这么点儿，比你大也就大这么点儿，比你成熟就成熟这么一点儿，就这么个情况。经历的多，但就多这么一点儿，你现在就被这么一点儿给卡住了，姐妹儿，你稍微咱们努力，咱们给这一点儿给他穿上来，你就再看这个人，你就会哈哈一笑，姐妹儿，就这么一点儿啊，他但凡再稍微再多读点书，再多经历点事儿，他都不至于这么神经病。啥呀？我惊了，什么呀？我还陪他去他前女友家楼下陪他抽烟，听他们之间听过的歌，这干什么啊？他歌再多听点都不至于这样啊，都比较幼稚啊。只是这个女孩比这个男孩更幼稚一点，这个男孩也很幼稚，只是这个女孩更幼稚一点。好吧，我的建议就是别这么幼稚啊，大家都成熟起来，好不好？都快乐一点，你们两个人都快乐一点啊！你们俩在一起不会快乐的，不要在一起了，你俩这也不叫在一起，好不好？哲学，喜欢聊哲学，我猜你也没看过什么哲学吧？每次喝酒都会找对方聊哲学，应该是没读过什么哲学吧？那个苏菲的世界，哲学先入个门吧，姐妹儿，应该是没读过什么哲学啊。每次喝酒找对方聊哲学，应该也是没啥好聊的了啊。看了个占卜视频，给他发信息，哎呦我的天，咱们哲学先入个门吧啊，看点这个啊。这你别看他是个话术，都比你俩聊的那个哲学强，你放心吧啊。你俩聊那个哲学，我大概都能知道聊的是啥。你看这个啊，看点正经的。啊，听听佛学也比较好，咱们脑子里有点真知识，对人生有点真经验会好一点的啊，对人性有一点真认知，咱们别活在这个谈天之间啊，活在飞去找他的飞机上，活在这个这什么呀？我真是疯了呀！陪他在他前女友楼下跟他抽烟，听他们一起听过的歌，咱们离这种虚假的世界远一点好吗？咱们找个班上也可以。咱家里趁钱不用班，咱就读书。再见爱人，再见爱人对他来说不是啊，这是不是一个阶段的？不是一个阶段。关键是吧，你要不你就再潇洒一点，姐妹儿。但我看来你俩现在就是不潇洒，贼痛苦。完两个人就是弱智程度不相上下。你要么就潇洒一点呢，它可以是一个浪漫的感情。我也不是那个反对浪漫感情的人。你俩这可以是一段浪漫的感情，但显然不是啊，显然就是两个人都比较完了，这个男的比你再过分一点，这么个情况啊。你将来长大了的，你放心啊，你不是00后嘛，你将来长大了你会享受到这样的浪漫的感情的。我也不是说让你现实一点，活的
真实一点，对世界了解多一点，就是说咱就以后不浪漫了，咱以后才能更浪漫啊！你以后还会坐在一个楼下跟一个人抽烟，然后看啥都像电影。你以后还会在阳台上跟人抽烟喝酒聊天，在公路上看风景抽烟。你以后还会感觉到这一切都太像电影了。但与此同时，你知道那是你的人生，你会说啊，我的人生太像电影了，太快乐了，太浪漫了。然后你也不害怕回到自己的人生中，你也不觉得非得跟这个人在一起才像电影。你也不会觉得这个电影自己演电影就意味着痛苦，是吧？你将来成熟了会享受到这些浪漫的，你现在享受的都太奇怪了啊！你现在就是快逃啊，快跑啊！得潇洒，得想得开，成熟了才能潇洒啊！成熟了才能想得开，成熟了就会浪漫的。浪漫跟成熟不是反义词，你成熟了才能真的浪漫。你现在吧，你这个打浪漫，你觉得自己在演电影，你演完了是不是贼闹心？发现自己演的都是悲剧电影，是不是？哎，感谢大家关注啊，好吧。感谢大家关注，多跑步，多读书，对，这都很好，说的很好。我觉得大家这都说的挺好，建立自己的生活轨迹。对，小朋友啊，我再跟你啰嗦两句啊，小朋友，你肯定是年纪不大，你摊上这事儿了，我多跟你啰嗦两句，成熟起来，去享受真正的浪漫。我得多跟你说两句啊，你别突然好像说啊，李诞怎么打击我，说我那个，不是打击你，你得跨过这个，你才能真的浪漫、快乐、幸福，谈上好的恋爱，跨过这种。这种稀里糊涂的事儿，这些稀里糊涂的事儿做多了的，快乐也就没了。当然是年轻嘛，不稀里糊涂也不可能，都一样。年轻时候都稀里糊涂，慢慢就好了，都一样。这几个弱智的事儿，我虽然没有他这么弱智吧，但是这太弱智了。这在弱智里也都是名列前茅。这是干什么呀？在前女友家楼下陪他抽烟，听他们啊，是吧？坐在这个阳台上抽根烟，在那装忧郁，这种事儿年轻时候都干过。是这么。非得坐在人家前女友家楼下吗？这太奇怪了。我没干过啊，我现在就干过。你看我现在只是没有坐在阳台上，我现在还经常抽根烟，假装忧郁。我现在不是那个装忧郁哦，我这读完了真有点忧郁。姐妹儿，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底下有很多人嫌我啰嗦，你们肯定是比较成熟的，你们那个别嫌我啰嗦，我就怕他听不懂。我一下脑海中回忆起好多我以前认识的这种，我真的很怕他这个。听不懂，这个很头晕的，这个多耽误一下，很头晕的。我现在确实年纪大了，很有那个父母心态，然后多啰嗦一会儿，确实年纪大，经常有这种父母的心态，确实必须要经历，注意安全啊！哎，要不就这样吧，姐妹，我再最后说一遍，你刚刚我说的那些，你都当我在胡说八道也行，姐妹。如果你是说跟这个男的就这种快乐、这种体验、这种第一次接吻、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什么抽烟喝酒演电影，就是第一次这些都这么快乐的话，让你难以忘怀，然后我让你成熟一点，你听不进去的话，你就再找一个人把这些呢再做一遍，这能听懂吧？只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听得懂吧？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再找一个人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然后再找一个人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然后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应该听懂，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听得懂啊，这我就不用展开说了，这应该听懂。多演几部电影，不是觉得浪漫吗？咱多找几个人多演几部电影啊，多谈多经历就好了啊，别搁这一个人在这给我多谈几段恋爱就好。但是你好，我和前女友分手1年了，她是我的初恋，我不是她的初恋，分手是她提的。期间我挽回过几次，都被拒绝了，态度很坚决。我想我应该不会去挽回了，也不会去联系了。但是这1年来，我的心情和心态一直不是很好。想起感情的事儿就觉得闹心，放不下，该怎么破？感谢，打打游戏啊，兄弟，找个游戏打一打，踢球，再谈一段恋爱。李诞老师，哎，我这个突然发现我对男孩这么没耐心是不是不太好？刚那个啰嗦那么半天，这哥们儿我这一句就给打发了，感觉。对不起啊，兄弟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那个不是你这个信息也比较少啊，我不是那个我没有说那个对你不耐心啊，我是确实你这个说的也比较少，我也不知道该说啥，那个就多谈点就好了啊，兄弟，打打游戏多谈点就好了，说啥确实不知道该说啥，我想半天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不是那个没耐心啊，确实是我只是感觉一下，哎，怎么就说了一句就过去了，但是确实不知道该说啥，没啥好说的，就坚强起来啊，然后那个啊，多谈两段就好，多谈两个就好，真的不知道该说啥，挽回就不用再挽回，这玩意儿吧，说白了其实就挺简单的，走出一段感情的方法就是走入一段新的感情，就是这样。李大老师能帮我解惑一下吗？我追一个女生遭到拒绝，然后我需要继续追吗？这你问我，这有啥好问的呀？啊，因为我和她在一块儿4-5天出去玩，感觉蛮好的，
但是呢，他好像在和其他男的聊天，特别嗨。他说我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人，我也不幽默，我纯直男。我们现在还是和之前一样聊天，然而我突然没有话可聊了，但我也不想就这么放弃，我应该怎么做？要继续追求吗？你这不就人家就给你拒绝了吗，兄弟啊，小哥们儿，这不就拒绝了吗？他说我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人，那咋办？只能等了啊，你也没啥能干的了。你等哪天他抽风说，哎，就看你还不错吧，那可能还行啊。你没啥能干的。没啥好追的，追不到了，没啥好追的，就结束就是结束。我刚被这个一封信耽误了好多时间了。蛋总好，想说个平淡的故事。最近相亲遇到一个印象不错的对象，我已经30加了，其实还是个母胎单身，年龄也不小了，家里人也催着紧。相亲很多次，这次是我难得愿意主动联系、主动约饭的对象。但是在第2次一起吃饭后，对方就基本不主动联系我了，变成我主动找他分享一下日常或随意聊一下，他也会主动回消息，分享些日常，但都是我主动发他才会回啊。我想就及时止损吧。我想这种事无法强求啊，于是我想对方请我吃了2顿饭，我还是回请一下，最后再为这个难得一次的心动争取一个机会。结果他说他昨晚吃酒席，喝酒了，没胃口。我想这应该是一种变相的拒绝，于是我很干脆的跟他在微信上说开了，表达前面一直让他破费就不好意思了，没有机会回请就只能作罢，担心自己有事没事又主动给人发信息，索性删了微信，一了百了，真的不会谈，好害怕孤独终老啊！单身真的是有原因的。我觉得我已经努力了，遇到了一个难得心动的人。我觉得我已经有在主动了，但是感情这种事儿努力没有用，好沮丧啊！你这不是一封平淡的故事啊，姐妹儿，你这是个很沮丧的故事啊！别沮丧啊，继续就好啊，没啥好沮丧的，这有啥好沮丧的呀？这失败很正常，你喜欢一个人，人不喜欢你是很正常，大概率了。你就该干嘛干嘛吧，这很沮丧，这个从言辞之间就感觉到非常沮丧。接着整啊，这就万事开头难，你这不已经张得开嘴迈得开步了吗？已经能张嘴表达自己的喜欢了吗？你再有下次的话，你不就更勇敢了吗？继续努力，继续尝试，继续勇敢。努力不一定有用，但是勇敢肯定是有用的。继续勇敢，感情这种事儿，努力确实不一定有用，但是勇敢是有用的，勇敢一点，几率就增大了，好吧？但你好，我初入职场的新人，也是一位营养师，在药剂房工作。营养师在药剂房工作，总有一个做了4、5年的老员工喜欢叫我去做些打杂的工作，比如说搬箱子、排货。我是一个个子很小的女生，虽然没有看不起这些工作的意思，但是因为上司没有把工作细分，导致我也要和其他普通工人一样打杂。那位老员工以前也是从打杂做起，现在变成了店里的销售冠军。请问蛋，如果我不想打杂的时候，我该怎么灵活的回复那位老员工？蛋怎么办？我不懂啊，这可能是你们那个行规吧？有没有可能排货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啊？我感觉听起来像行规啊。搬箱子可能是欺负人了，但是排货，你要说药剂师知道这些东西再放在哪儿，是不是从熟悉这些东西开始？这可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搬箱子，你就说搬不动呗？你说我搬不动，我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隐含的行规啊，可能是学习的过程。你们有人干这行吗？给我讲讲，我不太懂。我听起来像是有帮，对工作有帮助的，对吧？你搬不动箱子，你说我确实搬不动，你说我搬不动，搬不动就是搬不动嘛，搬不动很正常的。但是你说我排货，这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内容啊，朋友，你别老觉得是老员工欺负你，如果他也是这么过来的，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这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内容啊，因为你所谓的排货不就是排那些药吗？这不就是你要熟悉的东西吗？你搬箱子搬不动，就跟人家说搬不动啊，让男同事帮你搬，我感觉是这样。对吧？医疗行业都这么过来的，我听起来应该是这样的啊，我听起来应该是这样的啊。但请问怎么对待狂犬病同事啊？怎么对待狂犬病同事？打疫苗啊？因为共同做一个项目，那个人平时看起来就面相不好，眼神阴霾，所以平时沟通我也很忍让，不想发生矛盾。就在昨天，我就正常的打电话问个工作上的事儿，他就发作了，嗷嗷吼我，我一忍再忍，让他好好说话，他还是喊我，而且喊的内容也不是为了推进工作。就像得病了一样乱咬，我还是个女生。后来我受不了，就把电话挂了，放下电话，我气得都要哭了，已经没法工作了，就从公司走了。你们俩在公司打什么电话呢？在半路我越想越生气，他给我气成这样，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于是我给他的领导打电话，他领导我们也都认识。我说话的时候控制不住一直哭，我太委屈了。他领导人很好，一直安慰我，向着我说话，还说也知道他会那样，会给我做主的。挂个电话我也就当这事儿完了，但是回到家我又哭了半天，而且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上不来气，觉得被欺负了，受到了羞辱。虽然我也明白这样是难为自己，但心里就是难受，过不去。但你开导我吧，你这不都解决完了吗？你不解决完了吗？就情绪上过不去呗，该哭完了就好了啊，哭吧，嗷嗷哭。现在应该不哭了，
这都好几天以前给我写的信。现在如果还在哭的话，就看看医生。现在没再哭了就很正常啊，哭是很正常的。你别老觉得职场有情绪不正常，有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人活着就是有情绪啊，你有情绪给他发泄完了就完事了嘛。你这个在这个大哭之中处理方式也很稳健啊，没有影响你处理的动作，你处理的挺好的，你处理的挺好的，没问题啊，该哭没问题啊，这有啥问题啊？这不是个问题啊。以后有你哭的时候了，人活一辈子还有你情绪崩溃的时候，别觉得这就是你在职场中最崩溃的一次了，这才能到哪？这才能到哪？但我有个比较纠结的事情，听听你的意见。我和我老公目前是异地工作，他每周末都回来，但他的工作时间正常的工作日，我在教培机构工作。他的休息日反而是我忙的时候啊，这导致周末其实我只能下个班才能在一起，聚少离多很难受。现在准备要孩子了，目前我们收支处于正好平衡的状态。如果我辞去工作去他那边备孕，家里收入支出就比较失衡了，让我很焦虑，没有安全感。二，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环境，比较简单，教小朋友。但也会有很累的时候，每当累的时候，回到家都是一个人，就觉得好难受。两个人也未必会缓解。刚不是我说的，不知道谁突然出来说话。我老公虽然不说，我觉得他也会有这种感觉吧。他提出可以去他在的公司上班，但我不想和他在一个公司，没有自己的圈子。三，现在我们的工作时间很适合有孩子后照顾孩子，但我又觉得现在都没办法保证我们俩很好的在一起，怎么可能再有个孩子好好照顾他呢？这问题谁有经验？有经验的朋友们给解答。这我确实超纲了，我没生过，没这方面的经验。朋友们一定要有工作，有没有经验的朋友给回答。教培机构真的太好了，一定要工作，一定要有班上，工作第一。我现在看下来都主要是工作第一啊，姐妹儿，我现在看下来都是工作第一，好吧？对，我前2天去了趟深圳。我都直播上了，我妈看我朋友圈，以为我又出去玩去了，我都回来了，这不咋关心我，她不会都不知道我现在在直播吧？我妈其实不是很关心我，我妈不会以为我还在那个什么整脱口秀啥的吧？每天通过朋友圈了解我的行动，能行吗？啊，妈妈注意休息，多喝水，马上喝。我妈知道，开玩笑，我妈知道，我妈是一个天纵奇才，真的也不能说最佩服吧，但是在情绪这件事情上，我一直觉得我这一生能做到我妈的1/2就可以了。我妈真的是情绪超稳定，然后不该关心的事儿真的是一点都不关心。她也知道我在干嘛，她就是有时候关心我一下，说大概就说你没啥事，我说没啥事啊，那就好，然后就干她的，很热闹，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偶尔说看到我朋友圈说，哎，怎么发了个海边的照片啊？说出去玩了，我说没有，回上工作呢啊。说那行，那注意休息，多喝水，结束了。我妈特别好，我妈从来就是不用看什么课题分离，什么被讨厌的勇气。什么亲密关系，就这些词儿都不知道，什么原生家庭，我妈从来不学这些，但是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真的，就是很感恩我有一个这样的母亲。我妈真的是从来不会给我什么压力，也不会就爱干嘛干嘛，开心，注意好，注意休息，多喝水，妈妈永远支持你。但我爸一般，我爸要是像我妈这样的，我爸心思特别重，他就特别喜欢想那么多，所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结合体。我一方面吧。也看得挺开的，一方面嘛，你们是吧？有时候看到这个想的很多的人，我也能共鸣，我也知道这个想的多的咋回事，我也经历过，所以就很适合做读信这个工作。不然呢，要不是太豁达呢，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是吧？我确实经历过，我自己能感同身受，但我确实一方面确实比较豁达。读信的话，感觉你一辈子都不用退休，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如果能干一辈子的话，我很开心的，我很乐意啊。我只是说现在很乐意，将来要变心了的话，你们不要怪我。我现在想想吧，我要是干一辈子这个，真挺开心的。直播不能抽烟，这是牛肉干，抽烟有害健康。谁家烟头长这样？这牛肉干啊。欢迎大家啊。但我有个，哎呀，刚这个就是工作第一啊，这个都回答过了。蛋总，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感情生活。不过仔细想来，应该是站在一个小三的角度来讲吧。仔细想来，应该是站在一个小三的角度来讲，那不仔细想呢，他比我大10岁，因为工作有个交集，有共同的爱好，灵魂契合，彼此欣赏，所以会一起约饭约酒，当然是和其他朋友在一起。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小酒馆里聊起了理想，他讲得很真诚很纯粹，那一刻我有点心动。那天他醉了，送他回家的车里，我躲过了他靠过来的那个吻，因为我知道他已结婚。当然我也从朋友口中听说过他老婆性格偏激，当初是因为不肯分手而结婚。这是什么结婚理由？不肯分手所以结婚？这是什么结婚理由？现在的状态也是他想离婚了，但是一提起离婚他老婆就寻死觅活，所以他也不太回家。这些信息保真，不是诋毁。行，我相信你了，我相信你。
但当时的我觉得，就算有好感，也不能去破坏别人的婚姻，所以我把他送回了家。我只当那天无事发生吧。在后来某天晚上吃完饭后，我们谈了很久工作上的事儿。他谈起这些的时候，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聊到很晚，我要打车回家，他问我能不能亲一下，我拒绝了。但当他转身的那一刻，我突然想，人生苦短，为什么不能闭上眼睛，就在当下活一次呢？所以我就叫住了他。当天晚上我们就在一起。事情发生后，我也不是亲一口嘛，这怎么就过渡到吃牛脆脆了？事情发生后呢，我也很难受，因为我知道我伤害了他的另一半，但是我又没法挣脱。无论是出于感情还是生理，我好像没有办法迅速的斩断这段关系。毕竟他在我心中地位确实不一样，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吃牛脆脆什么年纪差挺多的是吧？他比他大10岁了，小姑娘。我有跟他聊过，我们这样做不对，但是他说互相喜欢不就好了吗？为什么想那么多，那么内耗？我们现在的相处也很奇怪，正常的工作推进加偶尔的小情话。如果只有2个人在一起的话，就像情侣一样相处，但分开以后可以几天不联系。我想我是喜欢他的，但我看不到未来，甚至我都不知道他对我的喜欢有几分。保真吗，姐妹儿？这些信息保真？我听着后续发展可不像保真啊！这哥们儿说的这哥们儿说互相喜欢不就好了吗？为什么想那么多，那么内耗？这句话不对啊！这句话一出口，他前面那个人设有点崩对不上这台词和人设不搭拿错剧本了这哥们儿有点不对啊！我一会儿再给你分析为啥不对啊，有点没对啊。分开以后可以几天不联系，我想我是喜欢他的，但我看到未来，甚至我都不知道他对我的喜欢有几分。其实跳出我对他的滤镜，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这怎么视力怎么一下就恢复了呢？他似乎最喜欢的永远是自己，你这不看出来了吗？感情不过是他空闲下来需要的东西。行啊，你可以啊，而且他确实很喜欢独处，这也是他老婆反复崩溃的点。你还跟他老婆共情上了，姐们儿？哎呀，我的天哪！哎呀，我的天哪！最怕这种最怕就是这种这个新来的朋友突然跟原配共情上了，哇！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很贱，非要当见不得光的人。但是现在放手真的很不甘，有什么不甘的呀？不甘在哪里呀？甘心一点好不好？有什么不甘的？甘，你给我甘了，甘，不要再不甘了。短期之内他不会离婚，长期他也不会但我也没想过再找其他的人恋爱，所以我的下一步又该如何呢？是退回还是等待？我找不到答案。你喝点酒吧，你微醺一下，你不是爱喝酒吗？你下次自己喝一下，你别搞你俩一个一起喝，这一会儿喝完了是亲一口，一会儿喝完了吃牛脆脆，你俩别搞一块喝酒你自己独饮一下行不行2个人不要一起喝，不能一起喝独自微醺，感受一下那种快乐，那种美丽，自己独自熏一下，别搞一起熏了至于说他老婆什么反复崩溃，什么不喜欢他独处，什么他老婆分不了手结婚，什么这些信息都是他让你知道的，好吗？好不好，姐妹儿所以你这些信息你就别跟我说保真了这瓜保甜，你这个信息都不保真，好不好？这都是他想让你知道的。这哥们儿已经给自己人设立住了很委屈，很委屈，离不了，他老婆就是离不了，说强行要跟我结婚，我也不太回家，现在说是，说是什么？说是很喜欢自己独处然后呢，老婆反复崩溃，你看，所以有时候你听一下，这是他的台词吗？你俩下次在那个微醺的时候，他是不是会这样跟你说我给你演一下，姐妹儿，如果我演对了的话，你就离这个人远一点，行不行？他会不会突然拿起一杯酒的时候，什么？昨天为什么不理你？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喜欢独处，我老婆也是因为我喜欢一个人待着，总是崩溃。你也会这样吗？难道说将来你也会这样对我吗？你不是说答应了爱我吗？难道说将来你也会像我老婆一样对我吗？是这样吗？亲爱的，我们当初在一起说好了不是这样的呀，我们之间不是爱吗？你怎么像我老婆一样？我就想一个人独处，有问题吗？离婚？离不了，现在我们相爱在一起，好好在一起不就好了吗？你们又提离婚的事呢？你想那么多干什么？怎么那么内耗呢？我也不希望你不开心，你老想这些干什么？离不了大概就这么情况，赶紧跑，好吓人。我妈还是理我了，我妈回了我一个这么个表情，这什么意思？不会是在看我直播吧？妈妈，不会是突然在看我直播吧？我妈不会看我刚才那段表演吧？这可不太好。咱们读点这种人生况味的这种，看看